Hello， 大家好。上集东京自由行结束后呢，我一路途经名古屋，来到了伊势志摩。我先快速简介一下，伊势和志摩是两个城市，但伊势志摩这个合体呢，名称不单单指这两个地方，而是一个很大的旅游区，包含著名景点伊势神宫和志摩半岛及周边一大片区域。现在先入住一下酒店嘛。这个酒店的整个建筑风格都很古朴，有点可惜是今天天气不好，希望明天天气能好一点吧。终于到房间了，来看一看位于这个日本伊势志摩的安曼有什么不一样吧。房间不算特别大，但是装修就是非常典雅的那种嘛。然后这里有浴衣，看，一会儿可以穿上。这扇窗很漂亮，外面的景色很好，只是现在天气不太好。明天天气应该会好一点，外面应该是很漂亮的海景。这里的特色就是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温泉，这是纯天然温泉哦，没有勾兑过的，所以刚放出来的水非常烫。刚服务生有建议说，先放好水去吃饭，回来泡就正好。今天晚饭就在酒店吃了，这是今天的菜单。今天的生鱼片，这个是伊势海捞，就是本地产的那种小的龙虾。这个是鲍鱼，然后鱿鱼，这个是龙虾的握寿司。这一大盒，每一格都是不一样的菜。这道菜是松板和牛，上面放了海胆，还要沾上蛋黄再吃，好罪恶的吃法哦。今天一早起来，发现天气比昨天好太多了，可以面朝大海泡个温泉。日式酒店的早餐是肯定不能错过的，可以请他们送到房间来吃。一般都是超级丰盛，像烤鱼、鱼子烧、小菜、米饭、味增汤都是标配。吃完饭之后准备出去，也是有一个小的 trip， 是这个 hotel 给我们安排的。这附近都是海藻养殖基地，那边的小船正在采摘，现在正是丰收的季节。这里还是知名的珍珠品牌玉木本的创始地，所以有很多的珍珠养殖牧场。导游说，90年代的时候，全日本的人都会来这里买珍珠。水好清啊！刚刚帮我们开船的这个船主，他说这附近有一家非常高级的餐厅，很特别，带我们来看一眼。不是来吃饭的，就是来参观一下。这位就是餐厅的老板，现在把船挪开，让我们上岸。OK， 这家餐厅一天只接待一组客人，这一组可以是1个、2个，或者可以是10个左右，反正一天只接待一组。所以这里的 view 真的好好哦。メインにしてるので、そちらからのヘリがすごい格安で。这里有他们的推车。现在来到了一个海女文化体验的一个中心吧。海女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古时候的女性的潜水员，她们会负责下海去捕捞一些海产啊，或者是采珍珠啊什么的。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新鲜的海产烧烤。这是今天的食材，这海女
阿姨非常好，特意给我们摆好姿势拍照。扇贝很新鲜，都还在动。今日は半分ずつ食べてみたらいいやんね。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。お酢。はい。名誉名誉。こちらもね。这种膨化食品，据说是海女们工作间隙会吃的小零食，这样直接放到火上烤到它蓬起来，味道甜甜的，还挺好吃的。吃完饭还能体验一下海女的衣服，她们过去都是穿这样的衣服去潜水哦。现在回到酒店了，请工作人员带我参观一下酒店里其他的房间，还有一些设施。这个是套房，比较大的房型，有一个很大的客厅、会客区域，有一个很大的露台，外面是花园。这餐厅看起来很不错啊，餐桌很有质感的样子。这个卧室的格局跟我住的那间差不多，挺像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卧室，总共应该是2个卧室的房间。所以我感觉这个套房应该是就是普通客房的3倍大小吧。进门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很大的温泉，哇，这温泉感觉好棒！这温泉感觉好几个人可以一起泡了。这套房真的好棒哦，我感觉如果人比较多的话，来住这个套房感觉很舒服。这里每天下午5点之前有免费的下午茶。晚上想去外面吃，不过这家酒店位置真的是与世隔绝，周边都没几家餐厅。这里是一家非常 local 的餐厅。刚刚酒店里头的人一直很担心我们，说这家餐厅老板完全一句英文都不会讲，怕我们无法沟通。来了之后发现，确实这是我来日本这么多次沟通最困难的一家餐厅。他家味道应该还不错的。通过肢体语言还是可以点菜的，不用太担心。这是一个炸串串，但它这个串里头到底包的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，应该就是鱼和虾之类的，猜错了。这个是蔬菜，南瓜。这是一个叫酒道的小菜，酒道的意思就是它很下酒，愿意让你喝很多酒。一般是用鱿鱼啊、乌贼啊之类的内脏腌制之后的一道菜，很咸，然后味道很重，所以很下酒。这是一道油炸豆腐，沐浴花在跳舞。这个是牛肉萝卜，上了一个小炖锅吧。这牛肉炖的好烂，最后一个香，夹不起来的菜。Hello， 今天早上离开酒店了，这里是一个展望台。就往上走的话，海拔会比较高，可以看到下面的风景。这有个小咖啡店，可以买冰淇淋。今天天气真不错啊，这次还是挺幸运的。来的时候狂风暴雨的，到了之后天气就转好了。这个地方叫富士见台，就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意思。刚刚好多人在这里。说这里很甜，
来这里可以看到富士山哦，是挺神奇的，那么老的。这里是另外一个地方，叫夫妇岩。这里有一个小的神社，前方就是海里头有2块石头，一大一小，被称为夫妇岩。这只鸟好淡定哦，完全没有要飞走的意思，有点萌，圆圆的。亮吗？Hello， 今天去伊势神宫逛一逛。伊势神宫据说是日本最大的神宫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然后很多日本人都说一定要来这里逛一逛，强烈推荐。然后今天天气还可以吧，但是风挺大的，有点冷。这里是神宫前的商业街，两边的小店，感觉卖的东西都还不错的。我感觉看啥都想吃，感觉都好好吃的样子。本来是600元买了3个，老板不知道为什么给了我们4个，非常感谢。这里有条小河，叫五十铃川，据说是从这里头的神社那边一直流下来的。河水好清啊，这里竟然有鱼耶！刚工作人员突然叫我们游客都停下来在路边等，远方有一群人走过来，这应该是个什么活动吧？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有人知道他们在干嘛吗？请打在屏幕上吧。走一段路后，前面就是内宫了。据说再往前走，应该就不让拍照了。就过了这台阶之后，就是更加神圣的区域了。好大的锦鲤啊！天哪，这锦鲤的尺寸是真实的吗？好大好大呀！粗略估计一下，它应该跟我的整条腿的长度差不多。我想知道这里为什么有2只鸡呀？发现2只喵星人，哎呀，怎么打起来了？出来旁边有一座小桥，然后发现这里好多人在排队啊。然后随便在路边找了个人问了一下，据说他们是在排队等着买一个叫立春大吉饼的东西，买一个点心需要排这么长的队啊！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在排队买的东西了，就是这个叫立春大吉饼的东西。这家就是刚才那么多人在排队的店，店里现在是买不到立春大吉饼的，但是不用排队可以吃到别的点心。来偷看一眼外面还在排队的人群，不进来吃一吃有点对不起他们哦。我看每周都会点这个豆沙点心。啊，它是这种反着的大福。一般的大福是外面有麻薯，里面是豆沙，它是反过来了。今天来吃牡蛎，因为这个附近有一个叫浦村的地方，是专门养殖牡蛎的，非常盛产，所以到了牡蛎的季节，很流行来这边吃。牡蛎的季节一般是11月份到第2年的4月份左右。看这么多的人，全是来吃牡蛎的。这里是自助式的，就是你交了钱之后就无限的吃，应该是有时间限制，但是一般都不会超，差不多1个半小时这样子。然后一个人2000日元，还挺便宜的吧？今天可能是风太大了，烤牡蛎的柴火被吹得到处都是，烟雾缭绕。看我又包成这个鬼样子了。
刚刚在那边吃完牡蛎，哇，实在是太烟熏火燎了，我太佩服这些本地人了。他们为了吃可以克服任何的艰难险阻，我感觉我体会到了火灾时候的感受。所以现在来另外一家店了，在这边风景还挺好的，吹吹海风，净化一下我的肺。这是另外一家卖海产的店，他这里卖一些活的海产，然后再卖一些新鲜的这个海鲜的料理，应该是有自己的养殖场的那种。好多龙虾呀！哇，这个好大！这些都是可以买了带走的海鲜。离开阿曼后，我住的是一家位于鸟语的和式酒店，是睡在榻榻米上的那种。晚上有服务人员帮忙铺好被褥。今天来看一看鸟语的水族馆，据说这是个规模挺大的水族馆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，看一看吧。撒了金箔一样。では最年長の25歳のペンギンさんです。它的豆子上为什么有条缝啊？参观完鸟语的水族馆，我就离开伊势志摩地区了。下一站会去奈良看小鹿。那今天就先看到这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